1956年的一个秋日午后，好莱坞传奇女星奥黛丽·赫本正在纽约第5大道的一家咖啡厅里安静地用餐。突然，一位陌生的中年女子走到她面前，开始大声指责她在电影中的表演做作虚假，甚至恶毒地攻击她的外貌和出身。咖啡厅里的其他客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有人准备为赫本辩护，有人拿出相机想要拍摄这场闹剧。然而，赫本只是优雅地放下咖啡杯，温和地看着那位女士，轻声说道：“女士，您一定过得很不开心，我为此感到遗憾，但我选择不接受您的愤怒，因为那属于您，不属于我。”说完，他起身离开，留下那位女士在原地愣神。多年后，赫本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件事，生活中总会遇到想要把负能量传递给你的人，但你有选择不接受的权利。当你学会不与负能量纠缠，你就掌握了人生最重要的智慧。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《格局》一书中何全峰讲过的那个智者的故事。一位智者和朋友散步时遇到路人的辱骂，朋友愤怒反击，智者却不为所动，只是问朋友：若有人送你一份礼物，但你拒绝接受，那么这份礼物属于谁呢？朋友回答：当然是属于原本送礼的那个人。智者微微一笑，他的谩骂，你除了生气，更有不接受的权利。在这个充满负能量的世界里，不与负能量纠缠，已经成为现代人最需要掌握的生存智慧。这不仅仅是一种处世哲学，更是一种保护自己精神世界的必要技能。面对他人的负能量，不管你是想辩解、想对抗，还是想拯救，其实都是在纠缠。纠缠就会损耗自身，但只要你不回应，所有的负能量都将原路返回。正如尼采所说：凝视深渊过久，深渊将回以凝视。你在推墙时，墙也在推你。伦敦时报主编威尔梅斯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多年前，他和一位同事负责晚间新闻专栏，那位同事专业能力不足，脾气还很暴躁。威尔梅斯十分厌恶同事这副模样，两人针尖对麦芒，办公室经常传出争吵声。时间久了，威尔梅斯也开始习惯带着情绪工作，总会因为一些小事就和身边人吵个不停。就这样，他每天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争吵上，专栏做得一塌糊涂，人缘也变得很差。到了年末，原本有晋升机会的威尔梅斯非但没有得到奖励，反而被领导约谈警告。他终于意识到，如今一团糟的生活都是从和那个浑身负能量的同事纠缠开始的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无论如何不再和那位同事对抗。面对同事的找茬和抱怨，他主动回避，不再争辩，不予回应，心平气和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。慢慢的，大家都觉得从前那个阳光上进的威尔梅斯又回来了，他也很快就得到了晋升。这个转变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：有时候，最大的胜利不是战胜对方，而是拒绝被拖入战场。社会学中有一个泡菜效应，指的是不同种类蔬菜泡在同一个缸里，腌制时间久了，就都会浸染同样的味道。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，一个人的命运和他身边的人往往有着直接的关联。暴躁的人会让你变得易怒，消极的人会让你变得颓废，浑身负面磁场的人会像水蛭一样
吸走你的能量，磨去你的意志。王尔德曾说，为了自己，我必须饶恕一些事，因为一个人不能夜夜起身，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。在这光怪陆离的人间，遇到魑魅魍魉是一种无奈，也是一种常态。我们能够做的，就是不要让当下的遭遇变成无限延续的悲剧。2016年，马思纯斩获金马影后，事业如日中天，却在不久后因抑郁症而不得不息影治疗。后来他在采访中透露自己患病的原因，当身边有人难过向他倾诉时，他很容易跟着一起痛苦。这种现象，心理学中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过度共情。当一个人过多地承载他人的心理痛苦，一味地去同情他人，就容易给自己带来伤害。这类人最容易得心理疾病。他们就像一个情绪垃圾桶，源源不断地吸收旁人的负能量。要知道，别人有什么样的情绪是他的自由，我们难以左右，但不困在别人的负能量里，不为别人的负能量买单，却是我们可以自主选择的。心理学硕士马鲁曾在推特上分享过一个自己大学时代的故事。他主攻爱情心理学，在老师的建议下，曾义诊过一些女性患者。他发现每次的治疗都会演变成患者对丈夫的声讨大会，患者总是喋喋不休地抱怨各种不如意，发泄心中积攒的怨气。马鲁觉得自己根本无从开口。每次治疗结束，患者都会变得更加愤怒，甚至马鲁在听完患者的抱怨后，竟也慢慢开始对婚姻充满恐惧。老师威尔安慰他说，不要被别人的情绪影响，否则你就是在为他们的负能量买单。多年后，马鲁成了一名心理医生，他始终遵守一则教条，在治疗患者时，始终保持旁观者的清醒，绝不去吸收患者的负能量。人与人之间的能量磁场是相互影响的，而有些人生来就像黑洞，只要靠近，就是一场能量消耗，哪怕你能量再高，也会被消耗殆尽。人生最大的内耗，就是背负别人的负能量。在你关心别人的同时，千万别忘了保护好自己，不因他人的过错惩罚自己，不因他人的情绪干扰自己，稳住身心，才能摆脱负面磁场的干扰，让人生进入正向循环。垃圾桶 CEO 李天田说，最损耗能量的事，就是和一个没有疾病但看起来精疲力竭的人在一起。这种人浑身散发着负能量，靠近时间长了，你也会被同化。和他们纠缠得越深，就越容易陷入内耗，让你无法把注意力用在刀刃上，无法做自己最重要的事，斩断那些糟糕的人际关系。不要去回应负能量，才能开启灿烂的人生。具体来说，我们需要学会拒绝4种典型的负能量。第一，不要回应抱怨。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工作完不成就抱怨任务量重，被分手了就抱怨对方现实拜金，甚至平常迟到还能抱怨雨天路滑，怨天怨地怨人，唯独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和他们待在一起，你也会压抑得透不过气。遇到了这样的人，千万别心软，别回应他的抱怨，别期待他会改变，趁早离开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第二，不要回应挑刺。不得不说，从小到大，身边总有一批喜欢挑刺的人，他们就像一只刺猬，浑身带刺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心理学家阿尔伯特·爱丽丝说过，
指责型人格的人，会让你压抑的看不到自己的价值，最终活成一个低价值感的人。远离那些伤你自尊、灭你自信的人，多去接触让你充满能量的人。第三，不要回应杠精。听过一句话，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爱抬杠，他们遇事都喜欢说两嘴，但向来不管对错。就拿影视剧来说，你喜欢国产剧，他会嘲笑你没品位；你喜欢美剧，他会讥讽你崇洋媚外；你喜欢韩剧，他会挖苦你随大流。作家苏秦说，别跟杠精硬杠，你赢不了，因为在他狭小的世界里，自己就是绝对真理。面对杠精，你哪怕回应一个字，就已经输了。第四，不要回应悲观。富兰克林在《穷查理利书》中写道，一颗烂苹果弄坏一筐苹果，那些消极悲观的人，就像这颗烂苹果，最终也会让你染上负能量。当你允许他们出现在生活中时，实际上就是在默许他们腐蚀你的精神，摧毁你的生活。躲开这样的人，你的世界才能充满阳光，人生自然也就慢慢变好。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，身边有一个负能量的朋友，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？有个高赞回答说，痛苦，这是我最深刻的感受。我感觉那个负能量的朋友，就是我生活中最大的负能量来源。这个回答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。我们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不仅仅是一句古训，更是一个科学事实。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的情绪具有强烈的传染性，长期与负能量的人接触，会显著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。植物都喜欢向阳而生，人也一样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要学会主动筛选关系，和能为你充电的人在一起，你才能得到源源不断的滋养。记得有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经分享过他的人际关系原则。我把身边的人分为三类：充电器、中性体和耗电器。充电器是那些能给我带来正能量、启发和成长的人；中性体是那些既不会消耗我也不会给我充电的人；耗电器则是那些总是抱怨、消极、传播负能量的人。我会主动亲近充电器，保持距离对待中性体，坚决远离耗电器。这个分类方法看似冷酷，实则是对自己生命质量的负责。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，与其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身上，不如把它们投资在那些能让你变得更好的关系中。当我们学会了不与负能量纠缠，学会了保护自己的精神世界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主动创造正能量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，为了这个世界。首先，要培养内在的平静力量。冥想、阅读、运动、艺术创作等都是很好的方式。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和平静时，外界的负能量就很难撼动你。就像一座稳固的灯塔，无论外面的风浪多大，它都能保持自己的光芒。其次，要学会感恩和欣赏。每天花几分钟时间，想想今天发生的美好事情，想想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想想你所拥有的一切。感恩的心态会让你自然而然地散发正能量，吸引更多美好的人和事进入你的生活。最后，要勇于表达善意和关爱。一个温暖的笑容，一句真诚的赞美，一次主动的帮助，
都能在这个世界上播下正能量的种子。当你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光亮时，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。回到奥黛丽·赫本的故事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永恒的优雅女神，不仅仅因为她的美貌和演技，更因为她拥有一颗不被负能量污染的纯净心灵。她选择不接受别人的愤怒和恶意，选择用善良和优雅回应这个世界的不完美。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负能量。有人会试图把他们的痛苦、愤怒、绝望传递给你，有人会用他们的消极和抱怨感染你。但请记住，你有选择的权利。你可以选择不接受那些不属于你的负面情绪，你可以选择远离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，你可以选择把时间和精力投资在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上，你可以选择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，而不是别人情绪的奴隶。正如那位智者所说，当有人送你一份你不想要的礼物时，你完全可以拒绝接受。别人的负能量也是如此，他们只有在你接受的时候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愿你我都能像奥黛丽·赫本那样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优雅和纯净，不与负能量纠缠，不被他人的情绪绑架，做自己生命的主角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因为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是那些能够战胜所有敌人的人，而是那些能够保护好自己内心世界，不被外界负能量侵蚀的人。当你掌握了这种智慧，你就掌握了人生最珍贵的财富——内心的自由和平静。